现在是2024年的6月8日，我是在我们洛阳的飞羽农场高架垂钓式育苗棚里面。接下来就跟着我的镜头看一看我们在2个月前种的草莓苗现在发匍匐茎的情况。因为草莓定植的时间，还有草莓苗大小以及草莓品种的不同，现在我们在这几条种植架当中先观察，有些苗子发的特别多，有些苗子发的还是有限的。这个是粉育啊，有些发的多，有些发的少，而且粉育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在最后啊？就是因为从那头到这边来做滴灌，所以这个粉育有明显的缺素的情况。这后面的也有，但前面的不太多。这些就没有刚刚粉育的情况。这个是香野，香野的发苗量并不是很多，但是也在发。这个是梦京，种的相对比较晚，梦京刚刚开始走匍匐茎，甚至有些苗子还没有长到很大。那这边的这应该是妙香吧，匍匐茎是挺多了，基本上每一棵苗都已经有了超过4个匍匐茎了。黄香啊，这是黄香。前2天在我们高山农场尝了，味道非常的好。它也是红香野啊，这个是天仙醉。天仙醉发苗量看起来是挺多的，现在有些已经长到底了。这是第1级、第2级、第3级，这是第3级子苗。我再让它多发一个，发到4级子苗就不再发了。那这个是美香沙，美香沙是一个欧系的草莓品种，植株长势健壮，现在也是刚开始发这么多的走茎。每一棵上面大概就是3到4条走茎。刚刚这个是妙香7号，这棵是妙香3吗？哦，真的是妙香3啊！妙香7、妙香3发苗量都挺多，而且已经发到第3级子苗了。这是梦之营，梦之营我刚刚观察了啊，从那边到这边，梦之营整体来说发苗量是最稳定的，基本上每一棵都是4条左右的匍匐茎，然后每一个都发到了第3级子苗。这个是白宝石，白色的草莓，它的植株没有长大就留匍匐茎，所以相对来说就有点弱了。那这个是圣诞红，圣诞红在我们高山农场有很多，这个发苗量也多啊。这个是香蕉啊，其实就是变异的张基草莓。那这个从叶片上来看，跟真红美玲是有点相似的椭圆形的叶片，它的发苗量也可以。再接着往这儿看，这是月心，越秀的姐妹。这个是甘露，甘露整体来说，不管是口感、长势，还有这个发苗量都是挺好的。甘露我这2天一直在高山农场也在吃果子，因为甘露到现在竟然还有露天的果子，在我们高山农场啊，这边的走茎就少了。这应该还是月心吧？月心、梦京这些苗子我们种的稍微有点晚，这是圆圆种苗，种的时间短，它的苗子现在还没有发好，所以它的匍匐茎相对来说就少，也可能是这个品种它匍匐茎本身就不多啊。这边是淡雪，淡雪的匍匐茎长得并不是很多，而且不是那么粗啊，比其他的感觉要细一些。这是月后姬，发的匍匐茎的量也并不是很多，基本上每个现在走了2到3条。这是莹玉，莹玉现在发苗量也不是很大。这是太空2008，就是从这个草莓的品种我们能看到，它走茎来的早与晚。这也是鬼怒柑，鬼怒柑现在的植株长势起来了，匍匐茎刚刚开始出啊，1条2条，基本上就是2条3条的那样子。这边的是玄玉，迷生姬，迷生姬也刚刚开始发走茎啊。仔细看一下啊，我一直认为啊，这个玄玉还有紫霞这2个为什么放在一块儿呢？它们的长势各方面的表现，总感觉是差不多的，可能是某些商家把它们名字给混到一块儿了啊。白雪小町，其实白雪小町跟我们在高山农场种的白雪公主差不太多。再看啊，这是初恋，看这个初恋走了这点走茎，然后到这边还是初恋，它的走茎又多，它的植株长势也大。就是种植的前后顺序和我们种植的条件前期不太一样，到后期它们表现也是不一样的。真红美玲就是黑珍珠，真红美玲的发的走茎也是比较稳定的，现在发到了第2个子苗，到7月份7月底的时候，第4个子苗应该能发出来。到那个时候我们集中去剪，它们是可以一块去扦插的。那这个是京郊小白啊，我比较喜欢的一款红色的或橙红色的草莓。京郊小白的走茎量也不少，
但是现在都不是很粗。到这边呢是白蜜香，也是一个白色的草莓品种。白蜜香我种了这3年，其实它的走径并不少，也可能是种的稍稍有点晚，或者是时间还有点短。这边的梦粉姬也是一款粉色的梦系列的草莓啊，也基本上已经每一颗都有4条走径，然后大概发到了第3级子苗这儿。今天下午是个阴天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遮阳网给收起来。卷蓬膜改成电动的，但是这个遮阳网现在暂时还没有给它改成电动的，是手动给它拉上去。那这个就是4星，它据说也是一个4季草莓，但是我在我们这儿没有发现它有多好的4季草莓的验证。那这个一看桃里桃气的，就是桃心，桃心的走径量也是相当的大。这两边都还可以。这个是一个粉色的新品种，就不跟大家说名字了，就这几十颗，40-50颗吧。我们到9月份的时候会跟大家做一批，让大家试种。这边呢是一样白肉的，果子特别香的，口感特别好的佐贺清香。很多人喜欢白肉的随珠，但是这个佐贺清香，我们经过去年的种植呢，我们同时把佐贺清香和香野来比，口感不亚于香野，是干王啊，总共就长了这4-5条走径啊，这个可能也是苗子品种各方面还有苗子长势大小的问题啊，不太一样。现在阴天，我们把我们的遮阳网给拉起来，让它采光更合理一点。到每一个走径的底部都有这样的白色小凸起的不定根。我们经过处理之后，在我们的高山农场做统一的扦插。那这里面就是为了高山农场提供的走径育苗。那这个走径你一看啊，就是高价种植的走径，比我们地栽的走径细好多。因为这个走径它一直是要靠吸收母体的营养，自己不去生根不扎根，不去自己去摄取营养，所以相对来说它们的铺路径是比较细的啊，叶片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弱小的。高价草莓它能达到管理统一一致，相对来说扦插简单，但是扦插呢是对种植的条件，特别是扦插前期生根的环境要求比较高的，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高山农场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。好了，现在就是我们在洛阳农场用这样一个高价垂钓式育苗的一个情况。如果你喜欢草莓，如果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